今天我们来聊聊孔子。孔子这个名字在中国文化里可是响当当的，他被尊称为至圣先师，是儒家学派的创始人。他的思想和教导影响了中国几千年，也影响了全世界。但你知道孔子是怎么出生的，又是怎么成长起来的吗？今天我们就来好好讲讲孔子的故事。孔子出生在公元前551年，地点是今天的山东曲阜。他出生的时候，家里条件并不好，父亲孔哥已经60多岁了，母亲颜征在还很年轻。孔子的父亲是个武士，但到了孔子出生的时候，家道已经中落。孔子3岁的时候，父亲就去世了，他和母亲相依为命，生活过得挺艰难的。尽管生活条件不好，但孔子从小就很聪明，特别好学，他喜欢读书，也喜欢思考问题。那时候没有像现在这样的学校，但孔子通过自己的努力，不断学习，不断进步。他不仅学习书本知识，还学习各种技能，比如礼仪、音乐、射箭、驾车等。孔子特别注重品德修养，他觉得一个人要成为君子，就得有高尚的品德。孔子长大后，开始在社会上闯荡，他做过小官，也当过老师。他创办了中国历史上第一所私人学校，主张有教无类，意思是不管你是富贵人家的孩子，还是穷人家的孩子，只要有学习的意愿，都可以来上学。这个想法在当时可是非常先进的，因为那时候的教育基本都是贵族的专利。孔子的弟子特别多，最有名的有72个，这些人后来都成了各个领域的人才，把孔子的思想传播到了更远的地方。孔子不仅是个教育家，还是个思想家，他主张仁爱，就是希望大家都能互相爱护，互相帮助。他还提倡礼，觉得每个人都应该遵守一定的规矩，这样才能让社会井井有条。孔子的这些思想后来被他的弟子们整理成了一本书，叫《论语》。这本书里记录了孔子的言行，是儒家学派的经典著作。《论语》里有很多经典的话，比如己所不欲，勿施于人，意思是自己不愿意的事情，就不要强加给别人。这句话现在听起来也很有道理，对吧？孔子的一生都在追求知识，不断学习，不断进步。他曾经说过，3人行，必有我师焉。这句话的意思是，只要3个人一起走路，其中必定有一个人可以做我的老师。这种谦虚好学的态度特别值得我们学习。孔子的智慧不仅体现在他的言行上，还体现在他的教育理念上。他特别注重因材施教，根据每个学生的特点和能力，给予不同的指导。这种教育方法在今天看来也是非常先进的。孔子的思想和教导后来影响了中国几千年，也影响了全世界。